好了，我们今天总算把材料给成功递交了。这个过程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呀。是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那我们今天干嘛去啊？今天要去办中国签证。 OK， 怎么样办中国签证啊？因为我们下个月7月份到8月份准备做一次全家的长途旅行，去回中国探亲，去看望爷爷奶奶，因为爷爷奶奶还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孙子呢，还有孙女。还有孙女。是啊，这都已经5年了，上次回国我们还是5年前的事情2019年。是啊，很久了，所以非常期待这一次中国之行。但是在回国之前呢，我们得要先去办一个签证。我们现在正在去往洛杉矶的路上。对，办签证不光是给小孩办，我们自己也需要办中国签证，因为我们已经加入了美国的国籍。 OK，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好奇的问，你为什么要加入美国的国籍呢？金路，你来跟大家说说。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规划，看怎么对我们来讲更方便一些。那我们想，未来20年，我们有2个孩子，小孩肯定要在这边生活、上学，我们也会在这边生活。那未来20年我们都在这边生活，那还是入籍对我们来讲更方便一些。OK， 那这是个很好的原因。那还有其他原因，就是我们加入国籍了以后，感觉好像内心更稳定了一些，更安稳了一些。而且你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啊，你也不会被驱逐出境啊，不会有一些这种非常小概率事件的事情发生之后的一些麻烦。然后还有一些工作来讲也会有一些考量，是吧？对，比方说像我们在学术界的工作呢，有一些工作机会只有美国人才能够参与。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为了一些工作上方面的一些便利和一些 benefit， 那加入美国国籍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再有的话，持有美国护照，虽然去中国你需要中心办理签证，但是你去其他国家会更方便一些。对，去日本啊，去欧洲啊，那你就可以免签。想去短期的旅行的话，就不需要办签证，直接说走就可以走了。对，这也是一个比较便利的地方。反正就综合以上的原因考虑吧，我们就还是决定加入美国国籍了。另外的话还可以选举，如果是的，我们对于拥有投票权啊、选举权这方面呢，也还是比较在意的，所以我们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对，然后今年总统大选呢又来了 ，OK， 行使自己的权利，投上一票了。是的。聊了我们入籍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去办中国签证。那中国签证的话，我们办什么类型的签证呢？我们办的是叫 Q2 短期探亲的一个签证类型。这种签证类型我们都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因为整个办签证这件事情是文武全权负责的，所有的材料准备啊，然后调研啊，那你都准备了哪些材料呢？总的来说，我觉得要准备的材料不算太多，比起我之前去办欧洲的申根签证啊，然后来美国的时候办美国的各种签证啊，都要相对来说要简单方便一些。打个比方说，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一个网上填的一个表。那你可能填的东西确实挺多的，需要填上个
半个小时才能够填完的这种表格，包括你的各种工作信息、生活信息、家人信息等等，全部都填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其次呢，还要准备你的一些你本身的那个，你当然要有一个护照了，美国的护照，然后又有那个空白页，然后还要有相当长的那个有效期，至少要超过6个月。然后这是护照和刚刚填的那个表，填完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证件，比方说出生证啊，比方没有结婚证他没要求，这些都没要求。反正中国护照的复印件也是需要的。对，中国护照的原件和复印件也是需要的，其原因是我们是加入美国国籍以后呢，第一次办理去中国的签证，所以这些是一些额外的要求，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然后还有，因为是探亲签证嘛，所以需要邀请信。对，需要国内的亲人出具的一个邀请信，那个非常简单，它就网上有那个大使馆的那个网页上面有一个模板，就下载下来，然后填个表就行了，挺简单的。然后亲人出具的邀请信，还有亲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什么其他的材料？还有一个在美国居住的地址的一个证明那个其实就是你的驾照啊，或者是如果你的驾照上面的地址不是你当下住的地址的话，你的银行账单啊等等都可以。对，而且还有一个声明，说我在美国，人在美国，是吧？对，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表格，就打印下来，签个字就行了。还有入籍纸的复印件。是的，没错，因为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办理入美国籍以后呢，办理中国的签证，所以才需要这么一个材料，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对，总的来说，它需要的材料还是挺少的。当然，具体最准确的信息，请去洛杉矶的，或者说你其他所在的大使馆的地点的网站去查询最准确的信息、最新的信息。我们现在只是说了一个非常非常的大概。然后还有在网上填写的那个申请表，还要打印出来。对，那个要打印出来，然后签字，带着打印好的文件去大使馆。今天我们俩呢是自己本人亲自去，那是因为我们反正有时间，也觉得不是太远，然后也觉得那个 road trip 一下挺好的。其实你可以找代理人，你不一定非得自己去，他找个中介也可以帮你干这件事情。对，就我们2个人的签证的申请材料相对多一点，其实小孩来讲就更少了。对，小孩的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入籍纸啊，什么中国护照啊、这些完全都没有，所以其实材料挺简单的。比起想当初我去英国留学的时候，办的那个签证 ，Oh my God， 那个首先时间非常长，好像办了有2-3个月。就你递交材料以后就要等了2-3个月，然后其次准备的那些材料远比这些材料要复杂的多，我记得起码复杂5倍。我记得当初为了搞那些材料，把我给折腾的要死。然后那我们这次申请的签证是时效是多久啊？我们申请是肯定是想要10年多次往返，那最终下不下得来就看大使馆的批准情况了。好的，那回头我们再给大家更新我们办理签证的过程以及最终的结果。OK， 那好吧，回头见，一会儿见。好了，我们今天总算把材料给成功递交了。这个过程比想象中的要复杂的多呀。是的。那金路，要不你们大概讲一下这个大致的过程？那就是说我们去递交材料，我们2个大人的材料都很简单，他都看了一下说没什么问题。但是小孩的材料，他就说需要更多的材料，原因就是小孩是代孕的，
所以他管我们要代孕的合同，并且代孕的合同双方都要签字的。因为我们那个代孕合同都是说我们这边签字也要那边签字也要再公证一下就完了，但是它要两方的，所以就相当于2份合同。然后还需要捐卵的合同，还需要一个声明表，就说我们这小孩是代孕生的。然后还需要小孩出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美国公民，就要美国的护照复印件；如果我们不是公民，就要绿卡的复印件。我们这2个小孩出生的时候，2个情形还不一样，对，所以有不一样的文档。对，燕燕出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中国籍，然后玲玲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美国籍了。还需要一个地址证明，就是我们2个的驾照，这个就 OK。对，还要代孕那一块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法院出具的一个叫什么 judgment， 就是一个终审的一个文件，证明这个小孩是父母抚养权都在我们这儿，他需要那样的文件。对，所以就主要是代孕这一块增加了一些文档，然后幸好经录它的文件的备份非常齐全，所有的材料都有，然后我们今天才能够得以顺利的赶紧跑到附近的一个 Staple， 就是那种打印店、文具店，把所有这些需要补齐的文件都给打印出来，打了有几百页的东西 ，Oh my God！ 是啊，然后就顺利的把这些材料都递交了，然后他接收到材料以后呢，他说差不多了，那至于最终批不批再说。然后当我们以前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啊，没错，是什么呢？就是我和那个金鹿的那个驾照，因为我们也是最近几年换了个新的驾照嘛，然后我打出来的那个照片的那个驾照居然是金鹿以前那个旧的，我也没仔细看，所以这个被那个officer 给看出来了，然后又赶紧就去又重新复印了金鹿的这个驾照的那个复印页。对，然后他那个复印机也不怎么好用，搞了半天，还有一个人帮我弄了一下。对，不过总的来说呢，或者说最终来说呢，一切都还是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现在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了。对，然后那就我的签证应该是3天以后就可以去拿了，但是另外孩子的签证呢，那可能要看情况，他是不是需要还要补材料啊，或者是不是到底这个批还是不批啊等等，我们现在还不完全确定，所以可能过几天，他说今天或者明天会有进一步的消息。那我们就拿到护照以后再给大家 update。是啊，哇，超级 stressful 的一天呐 ，What a day! Oh my God！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 stressful 了。是啊，因为就感觉很着急，的确是非常 stressful。对呀。不过好在那个 officer 人真的挺好的，感觉非常熟练。需要什么样的文档，我觉得他肯定已经是接待过好多像我们这样类似的情况了。所以他一开始他就给一张草稿纸给我们，拿着笔，他说你拿着笔，然后你写，我跟你讲你需要什么东西，感觉他非常熟练，迅速的就把那些需要补的材料全都告诉你了，然后我们就赶紧拿去照单子去打印出来。对呀，所以那个 officer 还是挺好的，非常的就是有经验，然后也非常的 nice。好，那我们就等我们拿到签证的时候再 update。是啊，那好吧。Hello 啊！我们刚刚顺利的拿到我们的签证了，正如我们申请的一模一样，10年多次往返
每次最多可以待上180天，所以非常高兴。所以对，很顺利。对，虽然那个2个孩子补交了一些材料，那也算是有惊无险吧。然后今天去拿签证的时候，我们前面就只有1个人等待，到里面安检到出来10分钟不到，5分钟就搞定了。对呀，非常顺利。所以接下来的10年，我们应该会有好几次机会回国了。对，所以4口人，大人小孩都是10年多次。对，我们的护照才是10年的，然后小孩的护照是5年的，所以签证的有效期比我们的护照的有效期时间还长啊！耶！所以我们的签证用了几天呢？一共整个1个星期，包括补材料也就1个星期，所以还是非常的快。对，然后我们2个大人的签证呢，其实3天以后就可以去了，然后小孩的补了材料，其实也就4天，4天以后就能拿到了。对，所以非常非常顺利啊！没想到这么快啊！对，现在中国签证应该还是挺好办的。对，可能去中国的人现在不多吧？对呀，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嗯。